由政府同新世界合作興建嘅啟德體育園項目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公私合營嘅體育園項目財政上係咪可行呢？喺香港嘅死敵新加坡身上，似乎早已經預計到公私合營嘅結局。今日同大家去到新加坡啟德體育園嘅原型新加坡 Sports Hub， 分析公私合營嘅利弊，以及新加坡公私合營最終失敗嘅原因。歡迎嚟到新加坡特輯嘅第二集。由政府同新世界合作興建嘅啟德體育園項目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啟德體育園採用設計、興建同經營模式發展，政府出資近300億嘅建築開支，而新世界合組財團就需要負責全部嘅營運開支，以及向政府交翻扣除開支前嘅營運總額3%，以及超過17億元，以獲取項目為期25年嘅營運權。新世界除咗負責營運可以容納5萬人嘅主場館之外，亦需要營運園內嘅其他設施，例如容納1萬人嘅室內運動場館、公眾運動場、保齡球中心、運動健康中心同面積超過60萬平方尺嘅商場。而項目預計喺2024年開始逐步啟用。新加坡體育城就位於中部嘅加蘭區，同香港啟德無獨有偶，同樣係舊機場嘅用地。而家嘅新加坡體育城喺2014年落成，包括可以容納5萬幾人嘅國家體育場、室內體育館、游泳中心、運動博物館同面積超過40萬平方尺嘅商場 Kallang Wave Mall。而體育城入面嘅緩跑徑同水上樂園係免費俾公眾使用嘅。乍眼望落去，佢嘅規模同啟德體育園好相近。當年新加坡政府推動重新發展體育城，銳意將新加坡發展成運動城市，於是將原本喺1973年落成嘅舊國家體育場拆卸，並採用公私營模式發展新加坡體育城。私營嘅部分就係包括由戴德梁行為首嘅財團 SHPL。佢嘅運作模式包括由營運商 SHPL 承擔整個項目嘅建築費用，並要求營辦商每年需要有最少嘅運作日數。例如國家體育場就需要至少有90日搞活動，而室內體育館就至少要有46日。而且營辦商需要自負盈虧，意味就算想舉辦學界活動嚟滿足舉行活動日子嘅要求，喺燈油火蠟上面都好難維皮。新加坡政府亦都話，就算 SHPL 喺 COVID-19 疫情之前，即係2016至2019年度，都冇辦法揾到世界級嘅運動項目喺國家運動場舉行，未能夠有效善用公共資源。結果新加坡政府最終決定同 SHPL 分手。SHPL 原本獲得嘅營運權去到2035年，但係新加坡體育城喺去年12月已經由政府接管，政府亦都需要向 SHPL 俾一筆分手費。傳媒引述呢一筆分手費達到23億新加坡元，折合大約港幣128億。百幾億嘅費用就算由公帑埋單，新加坡社會亦都只能夠接受同支持政府嘅決定。咁香港又會唔會重蹈新加坡嘅覆轍呢？同新加坡唔同，啟德體育園嘅興建費用全部由香港政府承擔，意味就算分手，政府需要考慮嘅分手費應該比新加坡為低。根據香港政府向立法會提供嘅文件中指出，設計、興建同經營模式能夠被新世界合組財團運用佢哋嘅營銷策略去吸引更多嘅商業贊助，以及運用經驗去管理餐飲零售設施。政府喺2017年作出嘅預測十分樂觀，預計項目每年獲得嘅收入會較交由康文署營運多出1倍以上，而且營運首年已經可以錄得3億元嘅收入，以及分賬前錄得嘅盈利約5000萬元。新世界方面本身已經要承擔場地嘅營運風險，包括設施嘅維修保養費等等。政府喺2017年作出預測嘅時候，預測唔到社會運動同 COVID-19 疫情對香港營商環境帶來嘅不確定性同影響。呢個預測會唔會已經不合時宜呢？從舊年嘅香港7人欖球賽入邊都睇到，政府嘅政策絕對能夠左右世界級嘅體育賽事搞唔搞得成。當初計劃興建啟德體育園嘅時候，亦明顯想取代香港大球場嘅地位。政府喺2021年都初步研究過，喺啟德體育園落成之後，就會將香港大球場縮水，成為得返9000個座位嘅公眾運動場，避免大球場嘅角色同啟德體育園重疊。但係呢個建議當時已經引發爭議。好多年前，香港大球場嘅改建工程
已經被指係為咗取代灣仔運動場作為地區運動場地之用，而灣仔運動場就會拆卸用嚟擴建會展。不過會展擴建工程而家嘅計劃係會用3座政府大樓拆卸後嘅用地。公私合營嘅啟德體育園項目似乎仲有好多變數，而且新世界除咗啟德體育園項目之外，仲有之前講過更大規模嘅11天空項目。新世界可唔可以靠一己之力為啟德體育園帶嚟大量嘅世界級體育項目，達至收支平衡甚至錄得盈利呢？抑或最後都要等政府出手，由納稅人埋單？新世界又可唔可以喺啟德重新建造另一個 K11 呢？啟德體育園零售項目至今只係公布咗 AEON 作為旗艦商戶會開設 AEON Style， 咁似乎就唔係行高檔路線啦。而 AEON 又可唔可以受惠於 Park Peninsula 同 SI 嘅協同效應？啟德區內嘅商業發展似乎仲有好多變數。